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19号星期二，给你们看一个有意思的建筑。现在是凌晨5点43，看，这好像都是这种蛋糕风格的。这是个酒店，但是好像吃甜品的，卖甜品的，看没？200种以上，各种。现在还不到凌晨6点。我有一天晚上路过这儿，就看了这个灯火通明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远一点啊。今天是我第2个训练日，就休息。这就是大阪的那个南波车站。如果从机场坐南海的电车，就是到这儿。一会儿再去那个大坡，从那个坡去大阪城。明天是周3，是合练的日子。行，那咱们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！天开始亮起来了，刚才碰见大会员先生，已经要回家上班了，跟我说跑到家应该是19公里，可以哈。这2天因为有比赛日，好多小伙伴去参赛，然后紧接着呢，下个月初就是厦门马拉松，也有认识的小伙伴要去跑厦门，特别紧张、焦虑。马拉松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事儿，即使我总说练少赛多，就是每次训练都10几公里、20几公里，最多30几公里。比赛呢要40几公里，又是练多赛少，一个月跑几百公里，一年跑几千公里，最后就为了那42公里，挺奇妙的。焦虑是正常的，这个不焦虑可能不焦虑的唯一原因是娱乐，就是为了开心完赛的。我挺羡慕这种心态的。我就不行，我参赛就少。昨天跟大会员先生聊，他还说你的比赛太少了，万一你的目标赛事天气不好怎么办呀？我其实第一是我觉得一年跑太多特别累，第二就是我也是一个爱焦虑的人。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这样的人，对吧？跟大家聊聊这周日我们这些小伙伴的比赛。昨天简单说了一下大和源先生的全程马拉松2小时53分17，远超意料，因为他刚从德国出差回来，有8个小时的时差，而且训练肯定不如在家这边训练的，怎么说呢？训练的有规律。之后平田先生的半马1小时20，我感觉平田先生的能力还能更快，祝福他下一次能再进步几分钟，我觉得可以的。半程马拉松就没有心理压力，半程马拉松的心理压力，你就是面对一个已知的拼搏和难受，就看你能顶到什么程度而已。而全马最后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，所以才有精神压力。有一次北京的半马到朝阳门桥，就是7.5公里，好像是有饮水站，我喝了一口水没喝好，就噎住了，特别难受，一直跑到了东二环和北二环拐弯那儿才缓过来，就那口气才出来。
这打了一嗝，哎呦，一下觉得轻了，但是也没有影响成绩。如果是全马呢，真的就不好说了。昨天田中先生有些小意外啊，抱歉啊，前天田中先生的马拉松只跑了2小时55，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快的成绩。他在我们群里说32公里的时候抽筋了，之后就很艰难。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这2天降温了，礼拜天是第1天降温，特别冷，而且风比较大，这就看每个人适应寒冷。我也看评论区有小伙伴在杭州马拉松穿短裤，说听我的建议，不适应气温抽筋了，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因为每个人适应寒冷的情况不一样。我从小生长在北京，可能比较耐寒一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通过这个，大家可以能够理解，全程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。我总说是个系统工程，这个词不是我原创的，是我听一位教练说的。衣食住行加训练，还有心情，算是6位一体。而且不可忽视的就是总的跑量和总的跑龄，还有单次训练的距离。单次训练的距离真的特别重要，还有总跑量，对普通人来说，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也很重要。你们看吉普图姆他的成绩不是偶然的，你们看他的训练课，他的总跑量，对吧？就知道那个不是偶然的。很多成功的运动员是有天赋的，但是天赋也是要建立在积累的前提下。对马拉松来说，马拉松和场地赛还是不一样。马拉松其实是一个少有的没有技巧的项目。大家可以说有技巧啊，要有跑姿，要有什么，但是跑姿真的不是练出来的。而且大家也能够理解每个人的能力、每个人的特点、每个人的擅长的地方不一样。你们看大黑猿先生就是那种耐力极好，然后很稳定，对吧？然后通过前天的比赛能看到，有的小伙伴呢是确实能力很强，但是还需要再积累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我那个时候每天的5公里、8公里的训练，都能在4分10几秒的配速训练完，我也不觉得累。但是一上马拉松的赛场，连3小时30我都进不去。但是后来呢，我的训练配速没有怎么变化，甚至今年我还刻意降低了。但是在马拉松赛场就不一样，所以屏幕前的各位，尤其是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无论是面对减不下去的体重，还是面对慢不下来的心率，还是面对各种疼，还是面对跑不快，都不用着急的。这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。你们看田中先生的5公里成绩16分多一点，好厉害啊！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我今生是不可能了。5公里16分半的这个坎儿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绝大多数普通人靠努力是达不到的。有的一些门槛是能达到，比方说，我觉得5公里17分钟，靠努力可以达到。10公里可能是36分钟，半马我觉得是1小时18，靠努力可以达到。全程马拉松2小时45，我都说男子啊，也就是说3分55、3分54的配速是可以达到的。
这是我随便一想的一个感觉，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，因为我跑的年限长了，我也见过很多跑步的人。我大概也能知道大家都是什么水平。你们看，每周三我们合练，有的时候还加练，然后跑长距离这些跑完了以后是挺痛快的，但是你真的能感觉到每一次跑完自己就变强了吗？并不是，跑1年、跑半年可能都感觉不到，太慢了。昨天那位碰到的小伙伴也说的对，练得多了，自己对身体的感觉确实就敏锐了。这个就只能意会了。我希望的是，我给小伙伴描述的一个更加贴近我现在情况的一个状态，大家就有一个小目标。我也相信屏幕前有好多小伙伴都比我强，我看了几位小伙伴晒的成绩，还有说自己的目标，都是大神级别的大神了。但是都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很少有人说上来跑1年就3小时，跑2年就240，跑3年就230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不都是这样了吗？对吧？这样人很少的，而且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原因，因为大家都差不多，都是人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随着天亮，画面的效果也会好一些。那天中午那一圈是同样的设备拍的，所以我特别期待，真的，这个相机能够再进步，更快的出下一代。因为昨天也跟那位小伙伴聊，我也看过一些其他选择，但是貌似如果不太影响训练的话，可能只有 Insta360的 Go 系列，其他的或多或少都会影响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对这一次周末比赛，还有的小伙伴和我聊面对下边的比赛的紧张情绪的我的一些小观点。总结就是，击溃步肯定能至千里，在马拉松的赛场上，但是过程一定是无聊和痛苦的。大家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我也加油干！咱们训练之后见。在12月19号星期二清晨7点17训练结束，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看，现在穿的这件，我昨天标题打错了，晚上才发现人家写的是跑1休3，我给打成了跑3休1，抱歉啊，确实是我昨天打的时候跟各种人分享，包括回来跟家属说的时候，我都绕了半天。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今天休中跑，平均配速5分07，最快1公里4分29，今天没有冲，平均心率130，功率195，累计爬升70多米，步频190零，还行。你好，后边那个灯挺有意思啊，还有好多，这是一个西瓜帽子，我都不认识。他这衣服后背还有字呢，他这衣服你看后背还有字。昨天我穿着这回去，我跟家属说，我说你看出我有什么区别吗？他没注意，我说你看，他以为我去哪印了个字儿呢。感谢各位啊，大家都抬爱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因为很快开年的第1场马拉松，厦门马拉松就要来了，对吧？确实是小伙伴们有的济南厦门市长大赛，可能很多人想在那场比赛上拿好的成绩，都能理解。我昨天跟一位小伙伴回微信，他说可能最近太焦虑了，今天跑了一个强度感觉好多了。我说你别介意，你还会再焦虑的，比赛前还会再焦虑的，都没办法。面对马拉松是要有一定的敬畏之心，要有一定的勇气。之后呢，面对比赛，我觉得大家面对成绩也不用想的太多。你看我们这些小伙伴们老去参赛，
有的时候成绩好，有的时候成绩不好，不好的时候就人也说的很客观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继续努力练。就是我也反思，可能是比赛太少了，我应该多跑一些，多跑一些，心态就会好一些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生活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加油争取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。